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伊朗，但是伊朗也进行了一些报复的反击。但我们要看到最新的就是美国的民众也目睹了好多架的 F-35跟 F-15E 等战机密集的起飞画面。好，我们看到这是军文网站战区的报道，说美军正在调动更多的战机前往中东地区，要强化当地空中作战的能力。那这就跟之前川普预告说美方可能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是有相呼应的。所以我们标题就写说看来美军要干大事了是不是有更大一波的袭击啊？好，那我们要看到卢比欧现在就说了，美国正加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到几天之内对于这些人，我们会让蒋介石出场。好，他的原文是 Unleash John 那他的这个背景其实这句话的背景是在当时的韩战1953年的时候，艾森豪上任嘛那当时就解除了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些军事的束缚，让蒋介石能够去打共军。好，那后来在美国的政坛上面这句话就表达了说美国要大开杀戒了所以就说是即将动用压倒性武力的一种委婉说法。好，但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美方对于轰炸伊朗它的这个一些借口跟一些理由，就说我们是要先发制人，还有说要消除核威胁，甚至要保护以色列。但是看看现在说法又不一样了。好，看到川普说我们不是受以色列指使才动手的甚至还说搞不好是我逼他们动手说是以色列。好，那当然也看到了卢比欧也收回先前防御以色列的说法，他现在说是因为美伊谈判彻底的破裂。好，但我们纵观前几天的报道也有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谈判是正在进行。所以你也看到中方讲说嘛，非常遗憾，或是阿曼有讲非常遗憾，不是谈判还在进行吗？美国就动手了。好，那也看到美国的战争部现在也澄清一件事情。好，这是他们的政策次长，他说这个击毙哈米尼跟其他伊朗高阶领导人的空袭这不是我们美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那是以色列的行动啦所以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美国打的是以色列打的。好，所以大家也觉得说川普怎么搞的？过了一天之后，他把所有的锅甩给以色列了，恐怕是有一些猫腻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空袭伊朗成为了美国新武器验证场。新型的 PRSM 的首度实战有一些曝光的画面，我们带大家来看。好，这是美军在这一次行动当中除了动用黑色涂装的战斧巡弋飞弹之外，公开影像当中还出现了新一代精准打击弹头那有发射的画面，就是刚刚跟这个观众朋友看到的这部分。好，但是现在美军轰伊朗的弹药到底会不会用完？因为看起来打得很频繁嘛，但是川普说不用怕啦我们的火力是无限的，足以永远的打下去。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川普这个人生性爱吹牛所以他的话我们要打个大概2折吧好，足以永远打下去，2折差不多。好，那他说会打得非常成功，但是恐怕他可能会白忙一场。好，我们要看看川普现在的这个高端武器库存其实不理想，但是中阶武器能够成功作战。那甚至还有说伊朗冲突影响扩大了，有韩国媒体是有报道，美国的空袭如果超过5周，恐怕就会抽调驻韩美军的装备。好，所以呢，大家就好奇说你真的有无限的弹药吗？更何况一轮给大家一个数据因为现在伊朗呢，大部分是用大规模的无人机在进行袭击，所以很多的像是美国的这个大使馆驻这个中东大使馆就被炸了嘛。好，他们是用伊朗的见证者136，大家知道这个价钱大概是63万台币，但是每次美军要靠爱国者来拦截系统，每一枚飞弹是超过了1.2亿台币大炮打小鸟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最佳的展现。好，所以你的真的有无限弹药吗？恐怕接下来
会拖垮川普吼。好，所以我们看到政权更替的目标落空吗？川普现在认了有最坏情况，就是可能会白打啊，因为我们看到，因为他追求的是政权要更替，那可能会失败。因为最终上台的人跟前者可能并无二致。那确实现在有在讨论说，已经推举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来接任最高领袖，所以就代表这个强硬派不会改变那也没有办法扶植一个他自己要的话，那川普就是白忙一场。因为不管伊朗谁接班，都不可能亲美。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嘛，这个川普我不看新闻大白话就不知道，你看他去攻打伊朗，常常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那我们现在在之前的节目曾经提过的，通通都印证。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因为现在说 F-35、F-15E 都在美国的这个上空当中，要飞到中东，所以蛮多美国的民众是认为说这场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是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先问介大使。因为这场战争，如果川普在未来2周里面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话，川普就失败了。因为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支持度本来就不到30%， 25%左右。那川普这个是冒了很大的险，可是我觉得川普是自己喜欢冒险。不管你今天就是说把这些伊朗的这些哈梅尼这40多个伊朗的政军领袖你一锅端掉了，那可是并不表示伊朗就会自己的，就是说怎么瓦解。那川普如果当时有这种见猎心喜的话，那就表示他这个不够沉稳，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伊朗是有将近9000万人民，然后大概1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大国，易守难攻，那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凯尔公开就讲说，你不可能靠空中的打击赢得一场战争。这句话就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想法也被一锅端掉了。那斯凯尔最近川普对他很不爽，川普说，在英国的这个首相他不是丘吉尔，不是美国，丘吉尔是美国的朋友是没有错，那也不是丘吉尔，他只是说没有说不是朋友可是已经讲得很重。可是呢，法国也出来讲话啦，法国的马克龙也出来讲说，我们不支持这场战争，因为它违反国际法。所以呢，这场战争在国内也不支持，国际社会它的重要盟友也不见得愿意去帮忙的情况之下川普是个人承担所有他的政治责任在里面。那这里面所谓的成王败寇，成者王，败者寇，他不能成的话，他就不会是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历史上这种阴间太多了。那川普现在呢，他要升高到什么程度，有效吗？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不到1周的时间里面，这个以色列跟美国打击的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已经上千个了。那使用的攻击力度已经相当高了。像德黑兰报道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每天晚上白天都是炮声隆隆，对不对？你把这个总统办公室打掉，你把革命卫队办公室你最近又把专家会议的总部也打掉，结果呢，也没有看到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少飞几架，也没有看到伊朗的导弹少飞几架。伊朗是长期在美国的威胁下，所以应该是它的重要武器远距攻击武器，它的地下化应该是做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要加重到什么程度？伊朗最近公布了几个数字，大概整个伤亡大概不到800人，大概死亡人数800。可这里面也有一些现在美国国内的一些人权团体或者反对川普的这些民主党就在质疑说，为什么你们都不讲你们炸掉了一个女子学校，死伤大概将近200人，这些人他们跟这场战争有什么关系？讲这句话抄出来质疑的就是加州州长纽森，他公开出来质疑。所以川普这场战争他的时间压力蛮强的，那他要照他的 Rubio 讲法，要做前所未有的打击，就是说他能够增加什么到强度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对啊，他前一天还说要怎么不排除地面部队进去，对不对？看起来没有解了。好，那店长怎么看？
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地面部队的部分啊，不是没有动，只是呢，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我们是看到的是阿灵顿号的船坞运输舰，它已经在诺福克不断的装卸，而且我这里白框起来的部分啊，它是一艘警艇，也就是按照这一位，现在反正大家都是特派员啊，相机拿起来拍了就是。那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他说这个警艇不断的来回巡弋啊，他说如果美国啊现在急于补充装备，这表示川普在这个点燃战火之前呢，基本的战备和装置都没有就位啊。那只有这样而已吗？那当然不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连这个奇努克，那这一个也是啊，也是在 Twitter 上面，也就是 X 媒体上面，他讲到说，他住在这里这么多年啊，他从2009年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这么低飞的奇努克的编队直接通过的。那大家觉得这只是单一的一个来源哦？没有，我特别找了第二个来源。那刚刚这个是从屁股往前照啊，也是从机尾往前照，这是从机头往后照，也是同样一个说法，也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态势非常的紧张，美国没有准备好，所以现在才开始动员。以前的美国都是从冲锋发起线一开始就打的，敌人头破血流，现在在动员，这个也就是象征美国早就不是1960年代所谓的可以打2场半战争的美国了，现在美国。为了因应一个伊朗都气喘吁吁的，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他说打出这个黑色的战斧巡弋飞弹，其实是油漆的不同啊。那当然它里面也做了一些性能提升，可是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我们漏看了什么？我们漏看了前面这一个啊，前面这个是什么？也就是最新的这个ODIN 的这一种。雷射系统，这种雷射系统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但是呢看不清楚。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哦，原来派去这次任务的这所有的单位啊，都是怕无人机啊。当然怕无人机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俄乌战场看到的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这个，我们讲到说见证者136，见证者136不是俄罗斯自己做的，是这个。伊朗做的，而且后来是伊朗授权在俄罗斯制造。那现在还有一种江湖上有一种传说啊，就是未来啊，这个俄罗斯透过啊他自己的一个运补，他要将这个见证者136再回运给伊朗使用。那你美国真的是很惨。其实啊，我们这个节目啊，1年多前呢、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3月5号，我就讲到说，美国只要结束了东欧，也就是乌克兰的战场之后，美国就会将矛头对准伊朗，是不是1年前的一个战略预警啊？美国自己难道不做研究？那个伊朗难道不知道吗？伊朗很清楚，所以刚刚大使讲到说，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多的一个。领导人都被干掉了，为什么还很有序的攻击？因为他们原来的战法通通都研究好了，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会被一锅端。那他们如果被一锅端的时候，他们就说下面的人按章行事就是了。所以美国要特别提醒一下，现在不是开始，而只是噩梦的持续。所以这个伊朗可能 maybe 早就有 Plan A、Plan B， 对不对？然后杨教授怎么看？川普现在大概有3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我一举把伊朗的神权高层49个人，包含哈梅尼，整个端锅斩首，他居然没有瓦解，他居然没有垮台，他居然没有出现革命，然后没有形成亲美政府。他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伊朗很快又 fight back 回击，而且回击的很用力。在1个小时之前，伊朗的革命卫队宣称，他已经进行了第17波的反击，40枚弹道飞弹。伊朗现在跟去年前年不一样，他跟以色列那种交换飞弹无人机哦，
之前是万弹齐发，以色列也是这样子搞。但是呢，这一次在被整个美国153个城市、2000个目标，已经死亡至少787人在伊朗境内。但是呢，他现在是一波一波的无人机、弹道飞弹打到特拉维夫，打到整个美国的在波斯湾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雷达被打了，第5舰队的基地被打了。各位，这都不是小事哦，这些都有飞弹防御体系啊，而且它是一波一波来，所以川普没想到，这个被我端锅高层的伊朗的革命卫队，在3天4天之内可以一波一波来，打得我基本上只能招架。川普第3个没想到的是，现在很严重的，我们今天上午台湾的股市掉了多少？这个4天的攻击，美国跟以色列和伊朗的相互的攻击，已经造成可能的能源危机跟经济冲击了。因为荷姆斯海峡从昨天到今天，革命卫队的高层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荷姆斯海峡。他其实没有派任何舰艇在那边，因为荷姆斯海峡其实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分别就是伊朗跟阿曼的这个领海范围之内。可是他宣称，任何人敢过的，我飞弹一定让你好看，所以没有一个油轮敢过。从昨天到今天，那边是空的，两边各集结了差不多上百艘的这个油轮、天然气轮。所以各位，全世界20%的天然气，全世界20%的原油现在卡在那边。所以股市，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就是解释为什么台股今天掉到1500多点以上吧，日本掉了2000多点。好，所以你就想象到，川普有3个没想到，可是当然也许他的脑袋想不到啊，因为他太单线、太直接了。可是现在简单的说，美国其实是打斩首战，而且已经打完了。川普现在在打生存战。他要持续的生存，伊朗在打生存战，而且他已经没有底线了。你都对我全面的攻击，将我的最高领袖给斩首。其实对伊朗而言，他们认为哈梅尼是殉道，也许各位不一定赞成，可是他们是这么的相信。所以为什么他的儿子本来不被看好，因为世袭，所以现在可能会接班，而更加强硬保守的。他的儿子如果上台，这个战争会不会再持续？所以简单的说，川普战略不明，他只想要斩首哈梅尼，现在他又战术被动，只能够被挨打，然后呢，不断的在打伊朗，但伊朗反正说你打吧，我的168个女学生都被你打死，你都无动于衷，我们大家就一起跟你玩下去。好，伊朗是个神权国家哦，那这个国家的看法跟做法可能又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哦，那这也是里头最复杂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讨论了哦，其实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伊朗，伊朗当然不是吃素的哦，他们其实可能早就有一些计划，也就是如果领袖也已经阵亡的话，他们还是照样的来攻击，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大动作在反击哦。现在看到他击中位于印度洋的美军舰，有2舰被击中之后燃起了大火。好，我们看到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发布了真实承诺4的行动第19号的声明。好，声明当中也说啊，我们革命卫队对于位在印度洋的美军战略目标展开了强有力的导弹袭击。好，袭击目标是距离伊朗海岸650公里处的美军驱逐舰跟补给舰。好，那这2舰被击中之后是燃起了大火。好，那伊朗的海军副司令现在也说我们已经完全的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好，那多艘的运油船也被击中了。好，那这位副司令他讲说荷姆兹海峡完全是一个革命卫队海军控制之下。现在他给了一个数据说10多艘的运油轮
都被炮弹击中。好，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它正在展示说它是有能力反击的所以也对了这个运油船这个因为全球比较注目的一些焦点好，再告诉大家说我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好，那伊朗呢现在也称击中了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第3套萨德反导系统。好，所以我们也来看这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的时候说这卫星影像显示已经击中了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第3套萨德反导系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这是完整的。好，但是右边看起来这个卫星是被炸掉的。好，所以说先前已经摧毁位在阿联酋的2套萨德反导系统。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现在释出的讯息看起来是蛮精准的，在这个攻击某些美军的目标。好，那当然战火延烧，伊朗的无人机联袭美国中东使馆。那 CIA 的驻沙情报站现在也传出是遭到波及了。好，我们来看这画面这是一架伊朗的无人机3号击中了杜拜美国领事馆的建筑。好，另外也有2架击中了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那造成了部分屋顶坍塌，其中据报包含 CIA 在沙国的情报站也都遭到了波及。好，那还有就是美国驻杜拜的领事馆也爆炸起火。那当然他们就怀疑嘛，就是伊朗的无人机来进行袭击。所以你可以发现伊朗除了飞弹之外，它对于无人机的需求也非常高，都用无人机来进行一些袭击让美国这个是没有办法很快的有效来运作，因为可能要用比较多的这个爱国者的系统的话那个钱就更贵了齁。好，那我们看到中东最大的美国基地也被袭击了，那伊朗的2枚飞弹射向的是卡达的乌代德。好，那是伊朗革命卫队3号说已经对邻国巴林的境内一处美国的空军基地来发动了攻击。那卡达政府最新就证实了说，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设施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了伊朗的飞弹击中。好，所以我们刚刚也带大家看到了一些画面。好，那现在战火无情嘛，那伊朗到底接下来要如何来做？因为我们都在谈川普想要怎么做，我们看看伊朗要怎么做。好，伊朗现在呢，他们当然是希望赶快推出一个最高的领袖，因为一国总不能没有这个主要的人嘛，因为哈米尼在228那天就已经被斩首了。好，那因为呢，这个专家会议总部也遭到了美国跟以色列的空袭炸毁了好，所以呢，大家就说，那这个专家会议的总部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好，那这个专家会议其实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最高领袖哈米尼的继任者。那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因为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好，但是哈米尼之子这个穆吉塔，也就是他穆吉塔巴，跟临时领导会的成员阿拉菲，他们就被视为是下一任最高领袖的2大热门人选。好，但是如果一直有关注我们节目就知道，阿拉菲在前几天的报道当中，曾经有被说好像疑似已经身亡了，所以这2个人要先确认他们是不是还在世啦那伊朗最高的国安会首长拉里贾尼也是一个核心的角色。好，这个拉里贾尼就是之前跟川普对呛说我们没有要跟你谈的那一位好，那伊朗的执行哈米尼的意志，全面点燃了中东区域的战火。金融时报说伊朗当局现在是已经全面的启动跟先前高阶军方共同制定的区域升级计划。好，透过大规模的袭击波斯湾的这个能源设施、关键基础建设跟美以盟友目标，就是希望制造全球市场动荡，迫使美国跟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好，但我们知道战火有时候就是一触即发，目前看起来还算是点对点之间的，那会不会变成一个区域性的？我们是比较关注。好，因为军事的部分，我们先问舰长。其实为什么大家讲说这个哈梅尼他是殉教呢？因为我们刚刚所看到他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时候那因为我们都不是伊斯兰教，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如果你就是这个演讲大家看到他的袖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那个像不织布一样的那一种衣服，他们说那个就是
训教的准备啊。那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伊斯兰教他们这些伊朗人为什么这样认为？原因在此啊。那我们刚刚讲到啊，其实现在的作战形态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只结算到3月4号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别的不看了，我们就看伊朗是怎么样教训以色列的。他发射了那个200枚的飞弹，以及那个100枚的这一个无人机，一共攻击300个目标。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红色的一点一点，全部通通都是还打到了塞浦路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说，对于伊朗来讲，它这里面蓝色一点一点的，也就是美国的攻击。那其实这个真正影响的，也就是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期间所提到的有关于股市的部分呢，也就是昨天赫姆兹海峡就已经宣布它已经关闭了啊。那它关闭之后呢，那当然有不怕死的嘛，对不对？我冲一下嘛，对，你冲一下就被攻击了。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单一个时间点嘛，那我帮大家截出 AIS 的图啊，从3月2号的下午1点07分，其实赫姆兹海峡这个位置就没有船啦。那如果到今天中午的下午1点14分的时候，一样没船啊。那这红色的一点一点是什么？这些都是油轮啊。这个在赫姆兹海峡以东的都是准备进去加油加气的，那在以西的都是加完油加完气的，然后呢不太敢跑出来，免得都会又被打到了，然后他们都是准备要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呢，大家最紧张的是什么？大家最紧张的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跟这一些油轮或者是商船一样被命中啊？那他当然会用各种方式啊，用那个反舰飞弹也是一种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伊朗没有，伊朗还真的有。那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其实他没有把握住去年跟前年红海的经验。红海他面对的是谁？是胡塞组织。胡塞组织背后站的是谁？就是伊朗啊。但是美国海军深深知道这样的需求，他们在2024年前年啊，他们就说他们需要测试这个微波武器，就是高功率微波啊，这个055万吨大区上有的，美军现在没有，所以他说要赶快装啊。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他说，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啊，要赶快装海公羊。海公羊呢，也就是这边飞弹的部分啊。那甚至我们讲到红海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甚至它的遇到的这一些饱和攻击，也就是反舰飞弹，还有无人机，甚至还有高超音速飞弹，最近的距离不到1英里，1607公尺，这么近的状况之下，那美国呢就一直在这边觉得自己好棒棒啊，好棒棒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台湾对那个采购液化天然气的，红色的是那个我们讲到说有关澳洲。买澳洲最多，蓝色的是跟卡达买的。那卡达现在运不出来了，赶快跟澳洲求吧，你求得来吗？你赢得了韩国跟日本吗？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大家不要一天到晚讲大话，用爱发电啊，核能又怎么样？然后突然美国敲脑袋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新式的核能。想一想，看一看别人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们未来要如何建构我们台湾自己的国防？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讲到这个荷姆斯海峡被封锁啊，其实这个应该是美国还有很多战略学者都觉得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海峡被封锁的话，基本上对伊朗本身来讲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所以人家就当时就说，这个封锁荷姆斯海峡，伊朗自己的这个油跟气也断掉了，他这个赚钱的这个金鸡母就自己自断手脚。可见这个伊朗这一次跟美国跟以色列这一场战争啊，它是破釜沉舟了，这就表示他准备破釜沉舟了。这个手段做下来，不要讲美国啦，我讲台湾，龚明鑫不是讲了吗？他说我们现在赶快去硬找货源。对不起啊，不是你台湾一个地方在找货源啊，日本也在找，韩国也在找，大家都在抢，你抢得过吗？对不对？
台湾事实上的话，我们的政治上、国际政治上本来就是弱势。另外一方面，你的量比得过日本吗？除非你现在去找高市早苗、桑苗啊，你分一点给我，对不对？我们这个当局不是跟高市早苗很熟吗？你们去问问看，日本愿不愿意让一点给台湾？日本也在抢啊，对。那所以龚明鑫讲说啊，那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天然气的话，我们就烧煤。你要知道，我们天然气的存储量大概不到2个礼拜，所以马上2个礼拜，因为卡达已经不生产了。而且不是卡达的，别的地方也都一点都没有了。那你只有2个礼拜，然后呢，你不是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公平一下，那下一个我们就烧煤，烧煤也没那么简单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从蔡英文开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能源政策已经把燃气变成我们发电的总量的50%。你燃煤，你在短时间你能够取代那50%吗？你没有气，你就50%的厂全部关闭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对不对？那还在那边开什么会没有用的，所以伊朗现在是破釜沉舟。那美国当时料敌没有从宽啊，你知道，他认为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他现在都傻眼了。所以一个决策者对于可能带来的危机他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要说你天天还在挑衅。那你就是制造这个现在这个结果是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是很严重的。是，所以很多人在关心伊朗这个 fight back 的同时，大家也很关心到底继任者会是谁？永明教授，伊朗今天已经声明它是第17波的回击，它第17波的反击只发射了40枚弹道飞弹。各位，整个大家不只是川普了，我全世界都觉得有点惊讶。伊朗这一次最上层都被整个端锅了，斩首了。可是他现在的回击非常有节奏，非常有策略，非常精准。当然，造成的战损，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明显，现在开始不断的扩大。飞弹基地，然后呢，雷达基地。海军的总部以及许多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区域空军基地都被炸，现在开始扩大到使馆以及旅馆，尤其是川普的资产，还有呢威胁邮轮。那现在他几乎是全方位的开始在做对美国以及支持美国的以色列以及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8个国家同意协助。支持美国空军基地发射飞弹攻打伊朗的这些其他国家，他以前之所以不愿意去真的封锁荷姆兹海峡，除了自己的油，其实伊朗的油每天出口才大概200万吨不到，90%往中国大陆去。那现在很多设施都被打掉了，可是它会影响到中东其他区域的别的国家，因为荷姆兹海峡所有的以科威特，然后呢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油都必须要经过那边，他等于是得罪所有的中东国家。他现在还怕吗？他现在就用这个方式来去教训你们。当然，他也是说这是他的一个防卫性的还击。因此你现在看到伊朗他的还击造成了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困境，在东京已经开始爱国者飞弹在装船，韩国已经说。他准备爱国者飞弹，韩国有8个营，美国的爱国者飞弹营。上一次去年6月的时候，有3个营就调到就是中东去，到10月份的时候才回去。现在中部地区的美国的司令 Cooper 就已经说了，我们这边有5万官兵，2艘航空母舰，而且全球都在援助。可是我就没有看到在华盛顿不管是川普、赫德塞斯还是 Rubio。川普在安全军事层面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团队的能力非常的逊色，跟他在财经、贸易这方面的这些阁员们相比，其实不能够比较。你就显现出作为一个霸权霸主，他在这个政策上人力人才的缺乏，面临到现在这种被还击的局面，他其实真的选项不多，窘态越来越呈现出来。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川普在军事上面真的是外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边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恐怕也是川习会因为报道说在3月底的时候，他就要到访北京这边去，到底会不会有变数呢？我们先看到贝森特跟何立峰下周2人要见面了，而且在巴黎讨论的就是美中元首会面之后可能会促成的商业协议，但是会面的时间跟地点仍可能会做调整。那香港的华南早报就有报道说北京跟华府已经开始探讨重新双向投资的途径，那可能会成为川普访陆期间少数可以对外公布的成果之一。那现在美国嘛，1月才袭击了委内瑞拉，又抓捕了这个马杜洛。那2月28号跟美国、以色列联手发动了空袭，击毙了最高的伊朗领袖哈米尼。但这2国都是中国主要的石油供应来源，所以就有人解析美国短短2个月2度的打击北京的重要伙伴，这个盘算会不会是在为川习会增加谈判的筹码呢？好，那当然有说如果习近平决定按计划来召开峰会，那或许就是压住长远来看。那如果美国长期深陷在中东的冲突泥沼，那华府最终还是会被削弱。但是我们也看到纽时确实有一篇报道说其实北京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空袭伊朗表达强烈谴责，而且认为这个行动就是在推动政权更替，而且可能会评估这个3月底到4月初举行的川习会，不排除会延期或是取消。所以大家跨龙博啦因为前几天问了毛宁也没有给一个具体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恐怕还有变数。好，那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的主任说北京更关心的是如何管理跟美国的关系，而非为中东全面的翻脸。好，所以他也觉得这次美国在中东实力很强也凸显了中美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好，那现在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英国的首相他这次没有支持川普所以让川普不满说你们英国跟西班牙都没有支持我对伊朗采取攻击，所以对英国表达不满，还批施凯尔不是丘吉尔，那也扬言终止跟西班牙的所有贸易。但西班牙政府也呛回去说我们有能力来应对你对我们的贸易威胁啦。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则是说我们也不认可你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说这违反了国际法。那马克宏也是直接杠上了川普。好，那中东的战事延烧我们看到欧盟跟波湾国家还要举行会谈就是在5号的时候透过视讯来进行讨论。所以欧盟在这场战斗是不是被边缘化，所以努力应对冲突带来的后果呢？那最重要还是荷姆兹海峡我们看到现在川普出招，希望能够稳住能源，说我们要给航经波斯湾的船只护航跟这个上保险，也就是要有一个保险担保跟海军护航。那川普说了，就是要让这个能源自由流向世界，就是有点害怕的意思啦。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则是呼吁各方要维护荷姆兹海峡航道的安全，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没有了油没有了荷姆兹海峡，当然就没有油。好，那中国现在也趁油价低迷，大量的囤油。那有分析师说中国去年储备大量原油，那这样就有缓冲来克服当前的危机，说中国都不会被波及。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台股重挫嘛，日股也重挫，很多的亚洲股都是重挫的，但是俄罗斯的股市是上涨，因为它恐怕就是最大赢家。你看到因为油市意外迎来转机，那因为现在挪威官员就说了我们可能会跟在意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那印度也评估要转向俄罗斯的原油，那难怪他家的股价会上涨好，我们先问的是介大使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对，现在当然这些纽时还有美国的媒体还有这一些跟这个美中事务有关的专家，关切就是3月底4月初那个川普还会不会去中国大陆那当然现在都把这个关键放在中国大陆还欢不欢迎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重点而是到了2个礼拜3月下旬以后
川普他自己因为这一次这个跟伊朗开战以后，那么那个时候的结果对川普在国内跟国际政治上他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变数不是在中国大陆，变数在川普。川普现在看起来目前他是有一点灰头土脸，因为我们不要讲在战场上很多事情超乎他自己的预料之外啊，那么在外交上他现在非常的孤立，他现在只有德国首相昨天赶到华府，表示对他的支持，去是对他一个支持。可是德国对这场战争的能够发挥的作用比较少，因为现在美国是希望英国还有西班牙给他援助，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跟西班牙他们的这个领土或所有的他们在海外领域可比较接近以色列，可以给美军各种这种基地上或者各种的支持。英国已经刚开始是不愿意，对，后来也同意了，可是西班牙就不愿意提供他的基地设施。那德国提供的话，有一点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法国更不要说了。所以他在外交上也是相当的孤立啊。那所以这个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非常少发生的。他在海外进行战事的时候他的核心盟友北约的成员对他不支持，对他不支持。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有一点点把自己搞得相当孤立。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说这1-2个礼拜，那伊朗继续屹立不摇，美国就面临何去何从了。对，你看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在互相推责任了。这时候这个都是兵家之大忌，你的评估不够准确，所有的战场的基本上的现在的状况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然后你不断的还继续要用口头施压，可是你的实际上物理的作为又看不到成效，然后你的跟你最重要的盟友，你现在又在什么？又把责任互相的推诿然后重要的过去在美国在国际政治上这一批跟班的小喽啰一个个都没有，只有德国总理去了。我想这个德国总理应该就是美国在用强力的外交要他去的。这个东西这个外交是很现实的，有需要的时候，那他的是强力在叫他动员他的盟友，结果搞到这个结局。所以我觉得3月底4月初的事情现在来讲都言之过早。不过问题是，川普到那个时候，第一个能不能出国？第二个，去中国大陆，如果说他是在战场上他是一个失利的元首他还有没有任何底气见这个中国大陆的习近平？好，所以总结来说，现在国际上的每一天都会有很大的变数。永明教授怎么看？前2天葛莱仪有一篇这个发文他说这些所谓的这种自以为是的中台战略学者，停止再去把川普在全世界的这些战争行为跟中美台的三角关系去做连结。我真的觉得如此。因此你就看到，当有人说美国打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跟中国大陆好，它的油都出到中国大陆，伊朗也是如此。可是伊朗我刚刚提过，一天200万桶不到，大概有将近168万桶是到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一天是多少原油进口？1200万桶，所以大概不到1/10，因为它比较低价，因为它被制裁，它也只有大概中国大陆敢这个一直这个收买就买这么多的油，所以呢，缺乏这些东西，其实对大陆而言影响并不大，它可以随时的调整。你看今天全世界的股市都掉，只有俄罗斯的股市涨，为什么？因为它开始可以增加原油的出口。不过你不要忘记美国跟欧洲国家还是制裁它所以不能够跟他买油这就显现出，其实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更清楚的了解到它实际上的内涵，我们可能看得更清楚。还有这个所谓美国前白宫的说，中国大陆可能看到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就是精准打击，更展现出美国的军事能力。美国不需要透过这一次表现它的军事能力，大家都知道它很强可是各位看到现在为止我只有一个感触，美国没有想象中强，伊朗没有想象中弱。美国应该很强，但是如果你战略不清楚，你战术又被动，你再强的军力，你也是被打。你的的确确现在可以不断的去针对伊朗，造成更大的伤亡，
但是伊朗反正已经被你打到，他已经无所谓，没有底线了。那你又造成怎么样？你不能够屈服他的意志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去发动地面部队的时候，其实你对伊朗战术战略都错。昨天川普还跟库德族的领袖打电话，库德族是在伊拉克跟伊朗北部的这个领袖，他只有几千名部队。显然，川普想说要引北方的库德族陆军来去打伊朗，就他已经没有招了，他都被看穿了。这个时候，你再厉害的三军，你这样子一个烂的统帅，你怎么去展现出你应该有的这种霸权的威慑呢？川普一只手把世界的经济搞乱，用高关税保护主义；另外一只手用不断的军事的威慑，甚至介入，最后呢，搞成自己的这种窘境。从格陵兰到委内瑞拉，到今天的伊朗，整个美国的霸权呢，被川普给玩穿了。现在大家面临到共同的这些问题，也就是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更全面性的。对，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全世界被川普拖累呢？舰长？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一个军盲级的总统出现，然后来指点江山，觉得他不可一世，对，不可一世，然后什么都懂，然后他是懂王。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赫姆兹海峡我说它不是没有飞弹的也就是对于伊朗来讲，它有从中国大陆引进的 C802 的这一个飞弹不过因为它引进的时间比较早，也就是120公里的射程。不过我们刚刚永平老师讲到赫姆兹海峡也不过就33公里嘛，那需要120公里吗？不需要。那它还有更远的。那也就是说，现在赫姆兹海峡是这个状况然后呢，我们刚刚为什么特别讲一个军盲级的总统？他现在根本就是病急乱投医他现在又说，那我们就派舰队出来护航，最好是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这一个面对胡塞组织的时候，就这个拖鞋军就已经把美军打得胡说八道了，你现在还要派让伊朗的正规军出来吗？你真的是急成几招那就确定了，美国准备慢慢的离这个G2 越来越远，以后就只有 G1， 但是那个 1 是中国那我们讲到说，你难道你的舰艇不需要防空吗？需要这个就是红海那段期间讲的也就是其实美国每一年做的这个标准3型飞弹还真没几枚24枚43枚可是光是我们看到在红海这1年期间，他就用了上百枚那也就是说其实不够用。而且呢，如果是真的高超音速飞弹来了，你能预警吗？你还不能预警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说它的长程预警雷达被打了，这个是谁讲的这个是半岛电视台讲的，我帮大家把这一个页面翻译一下。也就是伊朗飞弹袭击了卡达的一个远程预警飞弹这个预警飞弹呢，大家觉得没图没真相图来了。怎么说？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密商科技的这个卫星图片我们就看到了它好像外观没怎么样，可是我们要看细节魔鬼都在那里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下面为什么有那么多水渍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中弹了，而且呢，在灭火的时候用的水或者是泡沫才流出来变成这样。然后呢，你说只有一张照片，不，有2张这里还有一张这张是星球实验室的同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状况其实美国已经超出川普的掌握。